演练三大重点：阻断台独的生命线、支援线、逃跑线，以及查尔文森号战斗群方向，完全绕开阿联酋区，能闪多远闪多远。海峡雷霆2025A，人家说双方非常的克制嘛，射锋毁滩，进逼守空，国军空军换上2000，没有挂弹，海军飞弹发射加上也都没有漏飞弹。他的意思，赖清德如果继续照现在的方式去执政，也是构成解放军动手的条件。赖清德空壳祸台，赖清德存在一天会严重毁坏台湾。赖清德被画成这种重制型的漫画，作为官方的布告直接发出，这个是首见。你从政治宣传意义上来说，是非常非常严重。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这个是海峡雷霆2025A， 既然已经取名叫做 A， 就表示今年2025可能不止一次。这边有5个图啊，最左边那个图应该是给他们自己人看。我觉得这次最特殊的是由东部军区正式发布，右边的这4个图全部用的是繁体字，包含在禁逼底下的台独作样、引火烧身，所以事实上它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很明确的。这4张图就是他们这次演习想要达到主要的4个目的：射锋、毁滩、禁逼、守控。你可以看到左上角的那个 logo， 那是他们东部战区自己做的。因为这里面的蓄气量还蛮大的，代表这一次有出动歼20、歼35，歼20、歼35都有，只是台湾都没有公布。这个就问题有一点大了。小编是黑悟空的粉丝吧？反正我是觉得他们这次做的非常非常有创意，是很灵活，非常会用。那这次的东部战区贴出来的公告，它不但有传统的中文，它上面还有英文，它都已经翻好了在那边摆着。我觉得这也是他们的一大进步，避免有人因为翻译的关系带掉某些关键的讯息。这次他们东部战区做的这个我就很快的跟大家介绍这次的详定跟战术意图。比方说大小、当尺，在这边提到2个主要的重点。4月1号重点，它是在力量的布示，也就是命令发下去之后，多少时间所有的相关单位可以到指定位置。那他们这次4月1号3点钟还4点钟命令发出，7点半之前，他说该到位的部队就通通都到位了。另外，他4月2号重点是在威慑打击，要到的风控跟阻隔。他们强调由训转战。那山东舰的部分，他这次强调舰机协同、区域低空、远域射组合，这个就很明显的就是在针对关岛方向的。那他们这次重点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军警联合管控台湾本岛外岛，然后南北夹击。最重要我觉得是阻断台独的生命线、支援线、逃跑线。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他们这次演练的3大重点。那所以结果就是无预警的进入战备状态，获取局部制空制海，包含整个台湾上空跟附近100-200海里之内是跑不掉的。事实上在这段期间之内，美国曾经尝试有 RC-135W 还有E3等等这些侦察机想要靠近观察是整个演训的过程，但是都被大陆这边的飞机给赶跑了。然后最重要的是阻止目标逃亡路线，那目标是谁不用多讲了。当然以上这几点确认之后，它就可以防止可能的反击作战，以及巩固持续兵力的输送。这个是这次整个的演习图。那右边的图，日本海自那边很忠实的派出了一艘驱逐舰，从头到尾跟着整个山东舰的编队。其实这一次比较严重的是山东舰用战训状态在这个位置上，因为山东舰整体的作战准备跟状态是比辽宁舰更好的。而且我个人非常合理的怀疑，它这个等于已经是在帮福建舰做准备，因为我个人一直相信将来应该是要由福建舰来战。按照它的转变的顺序，第一个星斗云这张就是指空中的部分，就是东部战区的歼11当然是几乎倾巢而出，因为他们挂载的是霹雳15跟霹雳10，中间还有运油20的空中加油，所以它的制空权的获取的不是一时的。海军的部分，这次根据日方的统计，35个小时的演训里面，固定翼至少起降了40架次，包含夜间的部分，直升机差不多有30架次，等于是以山东舰在36架舰载歼15的估算，这几乎每一架飞机都至少上去过一次。至于其他的飞机，东部战区还出动了空警500，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是，他们还出动了苏30 MKK， 这个是当年跟俄罗斯引进的战斗机。另外就是还有轰6加上歼16，歼16是担任轰6的护航机。分身术的部分看起来，他们要么是动用了空
空土旅，要么就是东部战区3个集团军底下各自的陆航旅，这个不太确定他们到底动用的是哪一个。不过以直升机的密度的话，空土旅的几率会比较大一点。再来看，这是很明显的有数量非常多的多机编队，包含歼16、运20、轰6、苏30的部分，所以这次动员飞机的数量，我个人合理怀疑应该是超过71个架次。以帧数的部分，重头戏当然就是歼20跟歼35A，歼35A 这张照片是过去没有看过的，就代表说歼35A 不只是正式服役，而且已经形成战力了，可能至少有1个中队的数量吧。那另外还包括水下潜舰的部分，水下潜舰到底出了多少，没有人知道。近身数的部分，目标锁定攻击，这次的重头戏是 PHL-191原乡火，模拟的目标就是永安的天然气除气场，然后当然还包括了他们出动的无人机来做目标锁定的工作。另外他们这次也协同了火箭军。现在我比较好奇的是，他这个火箭军在战时的时候到底是直接归东部战指挥还是中央军委？再来就是轰6比较特殊的，这是挂了 AD-21，也就是东风21的轰射型。另外还有一个看起来像是鹰击12，它是一个超音速反舰飞弹，射程大约400公里。那海警的部分就形成一个很类似结界的东西，一共出了4个编队，北边、东边、南边、西南各自都有一个。那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是，右边的中间那张图，它连续7天出现在东沙岛海域，这是一个比较需要注意的事情。另外右边下面那个图是配下来的056当做海警船，上面是有76炮的，这个是远大于目前台湾所有海警船。我们这次国军的反应，我们顾大部长说成立了应变指挥中心，我觉得有一点好奇，什么叫做应变指挥中心？照理说，这种军事状况发生的时候，应该是直接进衡山指挥所，为什么会有一个应变指挥中心？那另外右边的这4张图呢，我是从外媒截下来的。第一个空军的部分方向南前，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没有挂弹。我觉得这个做法可以有2个方向的解读啊。第一个方向，国军这边可能不想升高紧张态势，因为下面海军的情况也是类似。方向两前没有挂的原因是这些飞弹是不是还能用？因为之前我记得一直有说翻修那些飞弹，那不知道下文如何。另外下面海军也是类似，我个人觉得面对山东出记者是应该的事情吧。但是很有趣的是，大家可以看到5寸炮的炮管是朝前的 ，Mark 26飞弹发射架上也都没有漏飞弹。最有趣的我们事实上连上面的雷达都没有在转，应该说双方非常的克制吗？那这次看起来是已经达成他的这3个目标：控能源通道、断补给要道跟堵苏泊暗道。堵苏泊暗道的意思就是你想跑的人别想了。这次本来是没有远讯代号，为什么突然一下冒出来？个人的看法就是因为它是由讯转演，然后随时可以准备由演转战。另外根据这次的起来，基本上东部战区已经确立对台作战的主导地位。当然会出现几个问题。第一个，它是要堵苏泊暗道的话，万一它的目标走到 AIT 里面的时候怎么办？我很好奇这个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就炸错了。当年南斯拉夫大使馆也是炸错了啊，炸错了很奇怪吗？那个事情就大了。不过反正 AIT 基本上现在已经是个超级大号的防空洞。再来东沙、南沙，因为这2个单位理论上应该各有一个加强连战。如果说今天他们突然一下把东沙、南沙拿下来的话，台湾的股市会发生什么样子的状况？而且东沙、南沙真的万一被拿下来的话，至少会产生400个俘虏，有没有想好要怎么处理？这张大陆还有一张牌，我一直觉得他没打出来，是他什么时候要终止 ECFA？ 我认为不会，反正就是用技术方式去卡你而已，最多就是这样，他不会明着终止，明着终止就代表说要打仗了。最后可以看到美军的反应，山东舰那边的话，3月29号就已经开始在机动了，准备到4月1号的演训为止。我相信山东舰的机动，美军是一定能看到的。至于有没有通知台湾这边，不知道，因为乐山雷达所收集到的任何东西都是先到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再决定哪些要跟台湾这边分享。最特殊的是卡尔文森号战斗群的航向，因为他们3月24号到3月28号已经到了关岛，理论上可能要准备前往中东地区对付伊朗的事情，所以让整个打击群的官兵在关岛先休个小假。但很明显，他应该要出航之前就收到了3月29号山东舰已经出来，再往巴士海峡移动的消息。那为什么卡尔文森号往雷伊台湾开过去了，而不是往巴士海峡这边过来？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路线完全绕开大陆这次的演习区，有一点像能闪多远算多远的样子，所以很明显就可以看出来，万一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美军到底会不会来？
最后这是东部战区做的，你可以看到它下面英文的那一行，它用了 parasite 寄生虫这个字。他认为赖清德是台独寄生虫，而且他每一个都放。对啊，它上面的字都是繁体字，在上面的英文，所以它这个讯号要传递的目标群就是已经非常明显。它不但要传递给岛内的同胞，还要传给美方知道，这个是他们的立场。那不知道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历史的意义了。从老蒋之后，对岸基本上不会丑化对方的领导人。不管是陈水扁还是蔡英文，基本上也很少用直接丑化小蒋的方式。戴清德被画成这种重制型的漫画，作为官方的布告直接发出来，这个是首见。所以我认为，你从政治宣传意义上来说，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他的意思是，赖清德目前掌控了台湾，那这个台湾在对岸的认知里面叫做空壳或台。赖清德如果继续照现在的方式去执政的话，也是构成解放军动手的一个条件。不太懂为什么要用高安国来做一个形象，因为高安国有成立反台独政府，他算是中华民国里面或许不会完全支持统一或是支持大陆的政府体制，可是正常来讲，反台独至少符合中华民国价值，因为毕竟台湾有谁敢公开的去成立反台独义勇军？你看国民党里面都没有人敢直接站出来说反台独啊，就只有他而已啊，而且是军人身份嘛，因为毕竟军人就是要守护宪法一中，所以大陆也是认同他。如果真照警委这个解读的方法的话，我只能说，像郭正亮说的，你要让对岸还认为有一丝和平的统一的机会嘛，他才会有不打你的可能性。所以如果是这样可以解释通，因为你看高安国旁边就是和平两个字，但是碎掉了，然后那个碎裂痕一直延伸到高安国身上。不过这也体现两岸对于政治形势很大理解的差异啊。高安国在台湾几乎没人认识，但对岸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这次的军演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双向过程，也就是台湾这几年应对对岸的一个方式，逐步的就汇集成现在军演的逻辑了啊。我只能说，对岸看重的我们不见得看重，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误判。另外，你可以仔细看到有赖清德、柯文哲、老蒋，你还有高安国作为统派代表，那请问朱立伦在哪里？所以现行的状况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点，这个也是最大的麻烦。那我觉得对岸目前因为赖清德活动的方式嘛，所以他为什么用破碎？那也是他在掏空台湾，这都是对岸的认定。所以当对岸开始认定非独派或者是平中派政党政治人物没有办法选举获胜的时候，那对岸就会有动手的契机。那你当然可以说，老共政府就是拿武力来恐吓威胁我们嘛，确实是这样啊。会不会让一般台湾人讨厌？会啊。但其实已经被民进党推到这种程度了，那老共就会有反应嘛，因为他认为你用一个不公平的方式在进行选举嘛。简单来讲，对岸是从两岸合统变成以武促统，我用军力一定程度在监视着你，如果你不能正确的道路行走，最后就是武力统一嘛。所以这个破壳毁台就是以武力统一的意思嘛。所以把所有什么东风快递啊、炸弹卡车啊什么什么全部都搬出来了，也就是对岸已经开始在观察台湾的选举问题，而这个选举问题会对他的决定做出影响。我认为对岸可以接受民进党光明正大的赢，但是不能接受民进党毁坏规矩的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异。所以我们要竭尽可能的维护我们的民主宪政体制，要坚决的打击该死的戒严。那赖清德就是个戒严仔，所以赖清德存在一天会严重毁坏台湾。